为什么虚拟演唱会将首先成为下一代互联网升级的关键入口呢？多年来音乐产业与互联网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呢？最近2个月中国音乐市场的消费热度实在是太高了出现了很多神奇的现象。比如各地突然出现了不少定价不合理的天价音乐节，以至于大家又造了一个词儿叫演出刺客。像前不久成都的某音乐节，预售票999元，双日通标1800，双日 VIP 价格是2999元，让不少人高呼价格昂贵。而其他的音乐节也是，过去都维持了很多年的低价，但是偏偏在这个夏天，价格一下子翻了2-3倍不等。那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了解演唱会的人知道，这个价格已经逼近了疫情前一线歌手的内场票了我记得小10年前草莓音乐节也就大几十元。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今年办音乐节的成本更高了，尤其是艺人的出场费被抬高了非常多。音乐节不仅要跟众多的线下竞争对手抢歌手档期，还要跟线上抢。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企鹅的娱乐生态那么大，但是今年给音乐直播这一类别分配的流量资源简直多得不正常请了一大批过去的顶流明星做全民直播投入了巨大的流量资源。在最近3个月，海外也有越来越多做元宇宙音乐节的公司获得了高额的融资对，不是元宇宙公司，而是专注为元宇宙音乐节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而国内外的非互联网公司也做了非常多虚拟演唱会的营销尝试，例如像百事就特别爱往虚拟演唱会甚至是整个流行音乐领域做很大的投入问题来了，为什么今年巨头们都这么默契，想借着在线音乐演出向3D 互联网方向突围呢？这个决策又是如何做出的呢？首先国外已经办了很多现象级的虚拟音乐会了，就连全球最盛大的音乐节EDC 音乐节都跑到游戏里去办了。紧接着 Billboard 榜也跟 Roblox 合作了，今年的格莱美周也首次跑到 Roblox 上去举行Roblox 这个游戏可能很多人只是听过，但了解的不那么深。首先它长期是元宇宙概念第一股单是日活就已经有5000多万了美国仨小学生里有2能天天玩这个。这里也放一张不同游戏项目的对比图供大家参考你像王者荣耀虽然赚钱，但游戏内部是没有自己的经济系统的这一点 Roblox 很强大，独立的经济系统很完善Roblox 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开发者多开发者数量多到有130多万比如魔兽世界探索与沉浸感也很强梦幻西游经济系统也不弱，但是在玩家自由创作上就弱很多。另外 Roblox 还做了个心智上的卡位，最先在招股书里明确定义了以上这些与元宇宙相关的7个要素。之所以大家总是被元宇宙这个概念讲的云里雾里也是因为这7个概念始终没讲清，或者是讲太远了就显得很科幻了。还有一家很重要的公司就是由 Facebook 升级来的 Meta 去年年中他们赶紧和索尼音乐、环球音乐、华纳音乐更深度的签约做 VR 相关的虚拟演唱会，让大家带着 Quest VR 设备看。目前扎克伯格的 VR 做的怎么样了呢？2021年 Meta 员工约5.9万名其中专门搞 AR VR 的部门已经增加到1万人了，占比约17%这已经是很高的比例了。但 Meta 也有短板就是基本没有游戏内容的能力所以今年市值较高位已经下降了不少。下一代 3D 互联网内容生态能力比硬件生态能力更重要了。而微软呢，现在有暴雪加 HoloLens 2大王牌，而 Roblox 和有虚幻引擎的 Epic 有更大的内容开发者生态。谷歌的王牌是当前市场中的 VR 一体机的操作系统，竟然大多都是基于安卓系统底层进行优化和定制的。而 Meta 仅有的 VR AR 硬件布局，未来也有可能受到苹果的冲击，因为苹果的能力是只要这家企业想做，可以在一夜之间抢下任何一款硬件爆品的心智。所以小扎对虚拟演唱会带动更多的设备销售寄予了不少希望，甚至在去年那个著名的品牌升级发布会中也把演唱会作为第一个场景案例给大家展示。那么还是之前的问题，为什么巨头都要用音乐来推动新的体验模式呢？因为音乐一直都是每个时代让新媒介、新基础设施得到应用验证的最关键一环。历史上历来如此从留声机到电唱机首次的应用都是音乐。人类第一次无线电广播应用则是播放口琴给大家听以及我们后面熟知的互联网在线流媒体点播所以由通讯技术变革引发的颠覆和断裂通常首先会在音乐产业出现。也就是说，虽然音乐是个小产业不赚钱，但是总和一些伟大技术与产品的普及关系极深。在深入讨论音乐元宇宙前我们先回顾一下音乐产业对 PC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进程的影响。如果让我自己选乔布斯一生中最神来之笔的产品，我觉得其实不是 iPhone 而是 iPod， 因为奠定了苹果最核心商业模式的其实是音乐做出音乐播放器 iPod 下的决策难度也要远大于 iPhone。
在 iPod 问世的2001年是乔布斯被踢出苹果再次回归的第4年因为刚好苹果手握一个能够将数码摄像机上视频更快的传到电脑上的传输技术，所以乔布斯想的是我要靠这个更快的传输线技术把数字影碟播放器、视频剪辑软件都做了于是苹果决定自主开发剪辑软件 iMovie。 乔布斯估计也是在皮克斯干久了，一直非常执着于视频领域的创新。只是当时那个环境下的互联网带宽限制，会让很多做视频软件的公司无论怎么发力都无法完成从软件商业模式向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的飞跃。iMovie 就一直没起来。但是乔布斯很快就意识到既然视频不是互联网初期的关键产品，那么一定得在音乐上彻底发力真要做硬件得做一个听 MP3 的音乐播放器，而不是做一个小型的图书阅读器。因为音乐是一种很接近人生理层级的需求，影响面更广但电子书不一样，那个时期大多数人一旦不当学生了，也没那么爱读书，更不用说买个硬件专门看书了。 iTunes 的模式则是受了当时的免费音乐网站 Napster 启发，然而这个平台才诞生2年多就被唱片公司告破产了。不过Napster 的创始人肖恩·帕克后来也成了 Facebook 的重要创始人，帮早期脸书完成了一系列融资。所以这款经典的播放器究竟极致在哪里呢？当时USB 传1000首歌要5小时，但 iPod 的火线传输方案只需要10分钟，设备容量也跟当时的移动硬盘相当。为了更加简洁，他和团队甚至没有给 iPod 设计开关键。有这么强悍的硬件产品，为数字音乐付费的商业模式在美国一下就跑通了。iTunes 商店则采取了更革命的售卖方式直接卖单曲，不卖整张专辑。这是让唱片公司极其反对的，因为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唱片公司都是每个专辑就2-3首好歌，剩下的会有一些质量较低的作品，这本质也是一种搭售的模式乔布斯虽然不是业内人，但他洞察到人喜欢音乐往往是以歌为单位，而不是以专辑为单位他还说因为人们和他们喜欢的歌曲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联系，哪怕是虚拟产品，大家也会喜欢一种拥有感，而不是租用影碟往往是爱租着用，但音乐往往是爱拥有的于是一首歌99美分，苹果抽30%。这一极致的硬件产品加线上商店的商业模式，让苹果占了整整20多年所以如果去看更细的历史，不难发现做 iPhone 不过是水到渠成， iPod 才是神来之笔甚至在未来的元宇宙苹果极有可能为 Apple Glass 再开发一个独立的 App Store。 这个模式的源头是 iPod 加 iTunes。在移动互联网充分普及之后如今个性化推荐的上滑短视频成为了最主流的流量容器，而上滑短视频最早的产品形态也是音乐产品。其实起源于国内2大平台对 Musical.ly 这款音乐 APP 的竞购后来当 Musical.ly 与分布式机器学习平台结合后，一个新的媒介形态再次诞生了影响了我们现在的生活。美国有位经济学家叫艾伦·克鲁格，最高做到过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他甚至认为音乐产业不仅是研究互联网新经济的关键，甚至还是研究所有经济学相关问题的最理想实验室每一代通讯技术升级后为什么音乐总是能起到破局的作用呢？我这里再说3个比较少见的角度第一更高维的媒介颠覆式创新只会发生在边缘地带机会意识到了你就得试吧想试就得做内容。元宇宙音乐会长 VR 电影 VR 开放世界游戏制作难度不是一个量级以上这3种最典型的体验式娱乐经济音乐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体验第二呢，从创作角度讲在任何时代音乐人一直都是自由职业的排头兵所以大平台试验成本更可控作品时长短，可一旦做成功了，生命周期几乎没有上限。比如我们不少听歌听个几百遍很正常，但一个电影看10遍的人却是少数。好的音乐作品偏偏又极具传播力，投入与产出的弹性空间很大。第三呢，相比其他娱乐经济比如跟电影行业相比，流行音乐在每个时代都给了很多人向上流动的途径。在美国，只有少数顶级音乐人的父母也曾经是超级音乐明星，他们甚至还做了个统计从1976到2016年这40年间，发现从人口不超过5万人的乡村小镇成长起来的超级流行音乐明星的比例从18%上升到了29%。但大导演影视明星则不是这样也许是因为流行音乐极其依赖个人素养，这说明每过上5年，新生代都难以认同上一代人的音乐品味，所以音乐产业本身就有着不断创新的基因和需求。那将来元宇宙演唱会一定是深度融合了游戏机制的一种体验比如云游戏和音游结合我看 B 站一些游戏 UP 去录参加 Roblox 演唱会的实况他们也会说，确实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跟普通直播间是真不一样。像李娜叉那一场场景就是在一个美国西部小镇，虚拟歌手可以有一个巨人的效果增加了艺术感和神性。很多美国小孩也会在虚拟现场购买音乐节的限量虚拟装备。再比如 Travis Scott 的堡垒之夜那场歌手还可以根据节奏有瞬移的能力，
或者是安排夸张的爆炸，制约演唱会效果的只有想象力。这个体验已经超出音乐了，音乐产业也就变了因为过去的 MV 和用户的交流是很有限的未来的歌首发会不会更多在虚拟演唱会上首发呢？再比如现在的歌越来越多用到数字乐器未来的歌会不会你可以在视觉上看到左边右边都具体有哪些乐器在演奏现在很多公司也在做空间音频技术，就是可以模拟声源的位置。戴上 VR 后，你面前的歌手不同的面部朝向会有不同的声音，甚至是声音在空气里的衰减。当然除了歌手跟你一样的观众在不同位置的跟唱声也是需要被听到的。这些从技术上其实是已经可以实现了，杜比、苹果以及国内的声网都能做得很好随着模拟声源技术的加强有可能你在虚拟 live house 站在大提琴旁边，大提琴乐器声音在这个歌里就会明显变大所以未来的歌肯定也要花大量时间去设计空间音效，或者你自己可以拿一把乐器在虚拟空间跟着弹着玩，因为现在最先进的工业级 VR 产品可以做到不戴手套高精度的识别手指动作了。视觉上前几年总说的纱窗效应，就是你戴着 VR 会有很强的颗粒感。芬兰公司 Vajo 的一款单价6万人民币的工业级头盔今年也解决了，就是你戴上完全没有颗粒感，非常非常清晰，基本能做到你戴上10几分钟后就能适应新世界。将来价格很快就能降下来像7、8年前我在全网第一个做的 PC VR 视频评测，算上 PC 全下来也得2、3万。现在 Quest 2 眼镜价格才299美元，效果比那时的 PC VR 还强，而且根据翻新机的售价判断，一体机的生产成本也许$100都不到了。国内这个月汪峰也搞了一场要戴 VR 眼镜才能看的线上演唱会。3年后如果 VR 出货量再翻几番，是否会有大量从未消费过线下演唱会的人群去看线上演唱会呢？另外除了沉浸感，到时在第3空间虚拟 live house 也可以，你想去看哪个歌手看哪个，亦或是歌手一晚上跑好几个场等虚拟 live house 的商业模式跑通了根据规律，很快一批新的现象级的游戏就会出来了。当然在音乐元宇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消费品巨头。因为有非常多的消费品牌长期愿意在音乐上做巨大的投入，比如流行音乐圈都很认可业界良心百事可乐。百事可乐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在流行音乐领域深耕，几乎与每个时期的现象级音乐人都有合作过简直就是流行音乐领域的风险投资之神。比如与迈克尔·杰克逊的 Billie Jean 的合作。在华语流行音乐坛呢，百事也是产生了大量的经典广告曲王菲的精彩，周杰伦的龙泉吴莫愁的就现在等等，还连续多年做了属于自己的校园比赛百事最强音。相信很多消费品牌研究下百事对音乐的投入，也能得到不少启示的。所以这样一个非常强的音乐精英的品牌，也在布局自研的虚拟人歌曲与虚拟演唱会。目前已经推出了4位虚拟人，他们甚至还做了一个自己品牌的 live house。百事做了一个很高级的营销联动就是让F杰尼法老的虚拟形象与百事的虚拟人一起开了一个虚拟演唱会。过去1年品牌都是排着队做虚拟人，大家对打破次元壁的常规操作是用相关 AR 技术把虚拟人放到3次元场景，和名人简单做一些互动不止一个综艺用的这种方法但是总会显得违和感比较强可百事呢是让知名歌手尝试当了中之人歌手的虚拟形象与虚拟人相似度更高，一场演唱会全下来体验会很好，场景也从沙漠到绿洲再到宇宙太空。所以下一代的元宇宙媒介营销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从流量逻辑跃升为算力逻辑，也就是谁掌握了超大规模的实时渲染、实时交互的能力，谁就拥有了新时代的品牌力。百事为这次活动也做了一支新主题曲 Pepsi Cypher， 并制作了虚拟 MV，4个人物也代表了4款经典热销的产品。而虚拟演唱会现场的各种地标建筑也有丰富的百事元素。当品牌能自己设计第3空间时，往往也能把品牌与虚拟社区更深度的融合。在这场名为潮音梦境的元宇宙音乐会上线后开始不到20分钟，在线人数就已经接近200万，互动数也突破了100万，打破了 TME Land 的记录。当年买百事可乐送龙泉实体单曲唱片，那未来呢？买百事可乐送线上 Live House 门票，或者是虚拟人的数字单曲虚拟物品都会是吸引新年轻人的一种新营销方式。当然，百事不变的内核还是持续的给消费者提供好歌、好体验。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企业能为元宇宙的发展提供新的创造力和好的体验。我是大蜡主我们下期再见。